你為什麼不叫我呀？叫了，你藍血盾沒收到啊？系統在這裡打開，你呼叫我的信號就發不出去那麼遠，10米頂天了。五橫居距離消前居這麼遠，我怎麼會收到？那你快開處方，我開不出處方，拿不到別的藥。抽血了嗎？查血象了嗎？查了，白細胞高3倍，還有他身體裡原先查到的那個物質的濃度也很強。他醒來過嗎？你跟他說過什麼嗎？醒來過，但知道是我在這裡守着，他一句話也沒說。你去給樊媽媽和高林清潔傷口，我開藥給你拿過去，盯着他們服下。好。稍推的有一些慢，但是情況不壞的，這一點骆景書很是放心。怎樣？姑娘，魏貴妃也傳召了吴家母女进宮去，您進去的話估計是要被刁難了啊！您不必怕，若發現不对直接就走，不必顧慮誰的。既然我不必顧慮誰，為什麼還要進宮去？我沒打算去，叫你去打聽不過是為了驗證我的猜想。啊？您沒打算去，但是魏貴妃傳您。子怡，魏貴妃和殿下的關係如何？不好。既然是不好，我為什麼要賣她這面子？等過了晌午，你進宮去趟，說殿下他身體不適，我要照顧殿下，改日再進宮拜訪。過了晌午再去，不該是如今去嗎？畢竟他傳您進宮去用午膳的。他不是傳我進宮用午膳，他是給我下馬威的。他給我下馬威，我不會給他下馬威啊。你順着他，他覺得你怕了；你捏了他，他生氣，但也知道你不好惹。橫豎他沒打算放過襄王府，我有什麼必要虛與委蛇？恰好蘭季走了進来。怎麼了？姑娘為何生氣啊？啊，魏貴妃派人傳姑娘進宮去用午膳。不去。姑娘也是這麼說的。這都不用來請示姑娘。蘭季上前去，拱手問骆景書：姑娘，殿下可好？有些發熱，但穩住了。子怡，你看着時間進宮，我說的是晌午之後去。他覺得有必要了解一下子怡的情況，領着卫队这樣的處事方式還是有一些問題的。我跟蘭季說幾句話。子怡顯得有一些失落，應了聲，慢慢的出去了。姑娘莫怪，子怡只是不善心計。他当紫衛隊的指揮多久了？沒多久，也就半年左右。紫衛隊原先的指揮是子怡的姐姐紫菱，紫菱在戰場上犧牲了，便由他來接替紫菱的位子。整個紫衛隊，他的武功是最高的。原來如此，我還說他辦事怎麼那麼青澀呢？他辦事能力有，而且很強，出任務素來是勢如破竹，一擊即中，但需要有人領着他跑。殿下本想為他找個謀士，但還沒找到合適的。姑娘若看出問題，也可以提點一二。他13歲進紫衛隊的，對殿下忠心耿耿，來日可做大用。若是把他帶出來，我們也算是對得住紫菱了。知道了。他在成長的，假以時日，一定不會比紫菱差。临危受命，有些事情超出了他能力範圍，可以理解的。明玉是否送到鑄劍莊了？你去確認一下。沒事的，不就是一個明宇嗎？離了京，他還能翻天不成？姑娘就是杞人憂天，你別跟着他瞎擔心。子怡，姑娘願意為你勞心費神，是你的福分，而且這絕對不是杞人憂天。她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，明宇太在乎她的小師妹了。再在乎也要辦得成啊！我也聽姑娘的話，把她送走了。我很感激姑娘提醒我的，若還留在紫衛隊裡，真會出問題呢。行了，你也別着急上火，我準備準備，晚些便進宮去。這會兒啊，魏貴妃可要氣死了，白籌劃一場。貴妃傳她進宮已是親後，但老身就不見了。這殿階今日方打掃乾淨，還沖洗了一番，
沒得叫那卑賤的孤女踏髒了。太后，您自然是不見的，她如今都還沒過門，哪裡有拜見您的資格呢？臣妾今日叫她來，是想着她沒有父母了，出嫁時定也無人叮嚀，臣妾便叫她來吩咐一番，讓她過門之後，別再像在蜀王府裡住時那般存着歹心思、壞心腸的，要好生伺候殿下。你思慮周全，老身對你是放心的，也幸虧有你管着後宮和命婦們。若是指望皇後，他摇摇頭，說起皇後亦是失望得很，一潭死水似的，并這麼些年了，居後位卻什麼都顧不了。娘娘福澤綿長，臣妾也每日抄經念佛，祈禱上蒼護佑，讓娘娘早日康復呢。說你什麼好呢？貴妃便總是這樣，事事都先想了別人，可別人未必領受她的好，回過頭編排她的人有的是呀。人心不古啊。太后，臣婦等往日聚一起閒話，也總說貴妃娘娘仁善賢德，京城百姓對娘娘啊也是讚不絕口，說她頗有太後之風啊。好孩子，進府之後好好的伺候王爺，老身虧待不了你。臣女遵太后娘娘教誨，以殿下為主子爺，盡心盡力的伺候，莫敢有半點懈怠。好，好。與太后說了半個時辰的話，去了蘭妃殿中吃茶。哎，五姑娘用些栗子糕吧，是本宮親手做的。我吃不慣，我只喜歡吃金絲紅棗糕。啊，金絲紅棗糕，本宮也偶爾吃，但總覺得膩了些。怎會膩呀？金絲多加一些，紅棗少放一點。五姑娘吃的可真是精細呀。好了，本宮想着蘭妃也餓了，咱們就不打擾，也回去用些午膳吧。陆景書不知等了多久呢，希望他不会被凍昏過去。哎呀，只怕他會記恨。記恨？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娘娘如何待他，他都只能夠默默承受，而且還得是陪着笑臉的承受。若敢記恨，則是大不敬，我便可替娘娘好生的教訓他一頓。娘娘，臣女說的對嗎？往後你進門，她是正妃，你是側妃，你也要事事以她為尊。好在如今還沒進門，她若有不懂或做錯的地方，你教教她也是可以的，免得日後出什麼差錯，丟的可就是蕭王府的面兒。有娘娘這句話，臣女便知道該怎麼做了。回到興蘭宮外，誰叫你們把洛景書請進去的？娘娘吩咐過，他來了只能在殿外等候，一個個的沒長耳朵嗎？他沒來啊。沒來？姑姑吃了一驚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如今都午時末，快到未時了，午膳時候早過，怎麼還沒來？這洛景書好大的膽子呀！五夫人冷笑：喲，這位未來蕭王妃的架子可真大呀！娘娘厚愛才會請她進宮用膳，這份恩寵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會感激涕零，敏感忤內，她卻請也不來，嘿，實屬大不敬啊！不知是有何人在背後給她撐腰呢？洛家的勢力竟到了連貴妃娘娘都敢漠視的地步嗎？這位五夫人的心腸可真夠毒辣的，不知道我家姑娘為何不能進宮陪貴妃用午膳，便先以大不敬之罪議她了。我想着武家如今也沒有這般的能耐，可以直接挑釁蕭王妃啊。莫不是武家身後有人撐腰，這勢力竟可以讓五夫人敢不把蕭王府放在眼裡了？紫衣大步進殿，貴妃娘娘，
我是萧王府紫薇队的指挥使，殿下前午入宫禀報一聲，他身体不適，要姑娘在身旁照顧。来日等他身子好轉，再携姑娘入宮陪貴妃用膳。你是怎麼進宮來的？娘娘只傳洛姑娘進宮，沒允許你單獨前來。宮門守將只接到命令，說今日允許萧王府的一人進宮來，卻沒說是何人。虧得是姑娘今日不得空，否則她單獨前來，也沒個人指引帶路，不知道要在這宮裡轉悠多久才能尋到杏蘭宮呢。哼，她與殿下並未成親，便留在殿下的身邊照顧，傳出去也不怕毀了歸譽啊，便如此迫不及待了嗎？人人皆知，陛下賜婚是因為姑娘治好了殿下。姑娘過門之後就是蕭王妃，沒過門之前是殿下的大夫，大夫照顧病人有什麼不對啊？傳出去誰笑了？武夫人，你病重的時候，莫非也不允許大夫治療嗎？若請大夫近身，是不是也毀了婦德？說話顛三倒四，說你是世家大族的夫人，也沒人敢信。你給我閉嘴！武浅浅厉喝一聲，上前來舉手便要抽紫衣的嘴巴。卑賤的侍衛，也敢在星兰宮放肆！不教訓你一下，你不知道還有主子在上。紫衣退後一步，旋風似的起腳踢在了他的手腕上。是誰放肆？貴妃娘娘寬容大方，體恤心疼我家殿下於戰時受傷，總派人前去府邸問候，送了不少名貴藥材。如今他傷情反復，姑娘作為大夫留在府中照顧，也是秉承了娘娘的關心體恤之情。你卻惡意指責，施加刁難，是想讓貴妃娘娘被天下人指責她專橫獨斷，罔顧功臣嗎？你好惡毒的心腸！虧貴妃娘娘還將恩賜你們母女進宮用膳，你們恩將仇報啊！好一張伶牙俐齒的巧嘴，任你說破了天，他骆锦書違抗娘娘的懿旨，便是罪大惡極。府中難道就沒有別的大夫了嗎？若是沒有大夫傳御醫便是了。我看是借着殿下的名行悖逆之事，而你也不過就是一個小小侍衛，怎敢在娘娘和我的面前放肆？日後我进了門，首先便要懲治你一番，免得你丟了萧王府的臉面，損了皇家的威風。是下了懿旨嗎？娘娘今日派人出宮去，只說請姑娘入宮用膳，熟悉熟悉。來日畢竟是妯娌關係，至於姑娘留在府中照顧殿下，那也是殿下的意思。殿下想讓誰在跟前，就讓誰在跟前，有你什麼事兒啊？至於日後你要懲治我，那也得等你入門之後。如今你與蕭王府毫無關係，我冠你威風做甚？夠了！既然他要照顧殿下，便改日再來。你出去吧。還是娘娘深明大義，告退。說完，臉容轉身，目不斜視地走了。看來殿下對他很是在意。胡說什麼呀？殿下怎麼會在意他呢？不過是北周來的孤女，家族沒落，你倒還是昔日的大将軍之女嗎？哼，母親，這才好玩呢。若殿下對他不在意，拿他當個玩物都不如的話，我怎麼糟踐他？也不過是如同捏一只螞蟻一般簡單，毫無快意。但若他仗着有殿下的喜歡，孤傲自矜，我捏着他玩才過癮呢。哼，我最喜歡打這種自以為是，認為自己飛上枝頭變鳳凰的麻雞了。他北周來的不懂規矩，往後進了門，他若仗着主母的身份作威作福，你便替本宮好好教訓他。娘娘只管放心，保管讓你滿意。您實在沒必要擔心的，還是回去守着殿下吧。便出問題了，也有人解決，勞不着您。有什麼消息告訴我。姑娘，那武家女子實在囂張跋扈，您不進宮是對的。屬下跟她動手了，雖然只是淺淺一招，但看得出她底子深厚。姑娘，屬下
想給您訓練幾頭黑狼做防身用。您若同意，我訓練期間，您便隔日去餵一下黑狼。约莫1個月之後，黑狼便會認您為主子。可以的，你去訓吧。子怡，明宇跑了。啊？跑了？不可能的呀！我派了3個人押送他去铸剑莊，就算他跑了，也能追回來呀。追不回来，他重傷了你3個子衛，人已經送到了萬壽莊，居大夫帶着門下弟子趕過去醫治了，不知道能否救回来。不可能，他有什麼本事能重傷3個子衛啊？什麼不可能？人都送去萬壽莊了，你自己去看。我要进去禀報闵先生商量对策，看他接下來会怎麼做。子怡的臉色微白，這還真是邪乎了。姑娘說他會出問題，他還真就出問題了。我去一趟萬壽莊，然後派人出去搜。青俏和红狼带人出去找了，但他擅長易容之術，一時半会儿要找他出來也不容易。你去追居大夫，如果人能救回来，馬上問情況。知道了。這事不該出錯的，姑娘早就提醒了，而且他以死相逼姑娘去救人，可見心思疯魔了，怎麼還能隨隨便便派3名子衛押送？該先封了血，放倒了再送去的。先生，事已至此，說那些無益了。眼下除了派人搜捕他，還要做些預防措施才行。子怡已經去了萬壽莊，如果居大夫救回子衛，可以馬上問到情況。先派人去城门守着，但明宇我記得他擅長易容術，未必能蹲到他。他說過要劫狱的，如果在城门和城中无法搜捕到他，到了入夜便派人到大理寺附近去守着，一看到他出现，马上把他压下带走。要劫狱，他只能入夜去劫走，大白天无法行动。是。子怡估計是回不來，說是去了萬壽莊，那個明宇跑掉了。什麼時候的事？就是申時左右那會兒吧。我出去給樊媽媽和高大人消毒傷口，蘭姬進來找闵先生說了這個事情，我在旁邊聽到了。申時回來，如今都有時了，你為什麼不說呀？你沒問啊？陸景書拿個機器人也沒辦法。他們派人去找了嗎？你還聽到什麼？有人去搜捕了，闵先生讓他們守着城门，然後滿城搜捕。因為那個明宇擅長易容之術，所以如果找不到，入夜就去大理寺附近蹲守着，看到明宇就拿下。看医嘱用药，還有，以後你聽到什麼必須馬上告訴我。但我不知道哪些你是想知道的。不管什麼事都要告訴我。骆景書說完便開門跑出去了。你腿傷好了嗎？你腿傷好了嗎？就跑這麼快？話音未落，聽得啪嗒的一聲悶響。快去吧。生理鹽水和創可貼不是我拿的，你拿的，入你的賬。反正這些不用處方，抹了。我往日喝的葡萄糖和晚上那張陪人床也不需要處方。算了，我懶得跟你說。周元、周倩出去找了一圈，也沒有找到闵先生。沒找到？那蘭姬呢？青霄、紅狼他們呢？都沒在呢。去問侍衛，或者叫侍衛去找闵先生來，我要找他，着急的事。啊，是不是殿下有事了？不是，你去找啊。那既然不是殿下有事，倒不着急馬上找闵先生，他這會兒有要事辦呢。你有什麼事兒，要不說出來，奴婢給您。廢什麼話，找去。過了一會兒，周元回來了。姑娘莫要着急，已經叫侍衛出去找了。你可跟侍衛說我是有着急的事要找闵先生。說了。那麼侍衛有沒有問你，我找闵先生是不是因為殿下的事？問了。然後你跟侍衛說殿下沒事，不是殿下的事，是我有急事要找闵先生，对嗎？是。你現在馬上去告訴侍衛，說殿下快要死了，讓闵先生立刻回來。還有，派出去大理寺的人也給我撤回来。什麼？殿下真的？你倒是去啊！骆景书焦灼地等了差不多有半個時辰。姑娘，是殿下出事了嗎？殿下沒事，是我有事要你辦。
你馬上下令叫蓝記的人從大理寺撤回來，不能在大理寺蹲明宇。姑娘怎知？闵先生問了半句，便想起今日吩咐蓝记去大理寺的时候，心仪姑娘在。为何撤回啊？先下令，再说原因。闵先生当即转身，吩咐侍卫去传达命令，叫蓝记的人全部都撤回来。姑娘，這是為何呀？明宇要劫獄，您是知道的。我就是知道才不讓藍記去的。先生想一想，明宇劫獄，蕭王府的人能到大理寺附近轉悠嗎？還是姑娘思慮周全，事出突然，卑職欠缺考慮了。且看看是否能阻止。就算能阻止，還有隱患。明宇劫獄成功還好，若失手被擒，簡直就是送分給蜀王府和皇帝。依先生之見，明宇劫獄能成功嗎？不能。明宇武功是很高強，但是大理寺高手如雲，就算他偽裝了身份能混進去，但要帶着死囚出來，不可能的，是絕對不可能。別急，見一步走一步。卑職往日總跟他們強調辦事要嚴謹，要三思，沒想到還是出了問題，而且還是姑娘提醒過之後再出問題，簡直不可原諒。半個時辰之後，闵先生，為何下令撤回？你去到大理寺了嗎？姑娘也在啊。差幾步便到大理寺附近布防了，侍衛急令過來，叫屬下馬上帶人撤回。好險吶！幸虧姑娘提醒及時，這才阻止了這一場亂況。闵先生，您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，為何撤回啊？估計明宇已經易容進了大理寺，他劫獄是板上釘釘的事。如果我們的人出現在大理寺附近，且還形成了布防，這劫獄的嫌疑，咱們就洗不清了。怎知他進去了呢？他如果沒進去，那就更好。蕭王府的人不是還在外頭搜嗎？只要沒進去，人就能搜出來。是姑娘提點的？是姑娘，姑娘派人把我找回來，我這才給你下令的。要是晚一點，你我在殿下面前都交代不過去。那如今我們只能靜觀其變了。除了靜觀其變，還可以謀定後動，把會出現的情況推演一遍，然後針對每一個情況商定好應解之法。姑娘說的對，我們必須要想應對策略。駱錦書沒陪他們想，回武恆居去看看情況。醒來過嗎？醒過一會兒，迷迷糊糊的叫我去把他的劍拿來，我沒去。他盯着我看了好一會兒，又睡過去了。他眼睛蒙着黑布，怎麼盯着你看？打個比方吧，他臉對着我一言不發，神情很凌厲。我甚至覺得他拿我當僕人，但這一點我要先說明白，身份的事不容易改，我不是僕人，我是天戰一局裡取得8級資格證書的手術機器人助手。8級不要拿出來曬，天戰一局裡的助手9級是最低品階，你只是比最低略高1級，這是很羞愧的事。但只有我具備有情感進化和思維發展能力。是啊，如果有一天你突然來告訴我你有喜歡的人了，想和他結婚為他生兒育女，我一點都不吃驚。結婚生子？姑娘，姑娘，什麼情況？消息出來了，明宇劫獄被俘，大理寺的人如今在趕往蜀王府的途中。此案與蜀王府有關，而且雲靜風曾參與旁審，大理寺肯定會告知雲靜風的。明宇身份是否暴露了？大理寺知道他是蕭王府的人嗎？還沒審，但撕了他的面具，認出了他是紫薇隊的人。知道他是紫薇隊的人，大理寺不敢審，只能去找雲靜風定奪。旁人不敢審，雲靜風卻必定會揪住不放的。那要營救嗎？闵先生也有過推演，策劃營救的話，需要用不少人才能捅開大理寺大牢的鐵桶。闵先生怎麼說？闵先生說不贊同營救，說營救還不如派人暗殺了明宇。姑娘，此事要不稟報殿下吧，殿下或許有更好的辦法。他都躺下了，你就讓他休息一下吧。正廳裡，
屬下犯錯，請姑娘處置。不忙處置你。如今大理寺的人到了蜀王府没有？估計还有一盏茶的功夫便要到了。先拦下，拖延1炷香左右的功夫，可以吗？拦下可以，但1炷香過後呢？他还是要去蜀王府的。大理寺卿野少卿如今也已经回到了大理寺，等着云景峰过去一同审問。严刑逼供之下，明宇自己招了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会给明宇準備一份供词。這份供詞對姑娘對蕭王府都極為不利呀。子怡，先去攔下大理寺的人，能拖延多久就拖延多久，但切記不可起任何的衝突，只能是裝作偶遇。姑娘有什麼打算？攔下報信的人沒什麼用的，除非要闖入大理寺去殺了明宇，但是這就要出動藍山衛，一樣會把蕭王府和姑娘牽扯進去的。我去把明宇帶出去，你們需要給我畫一張大理寺大牢的圖，我要在最短的時間內闖進去，然後把明宇帶出來。但我帶出來之後必須就近丟棄他，所以需要派人接應把他迅速帶走。接應他的不能是蕭王府的人，因為明宇一旦失蹤，大理寺的高手會迅速追過來。姑娘，明宇必定是被重兵看守的，輕易帶不出來。是不是該送高大人回府了呢？他的傷情穩定許多了。話說，他回家需要經過大理寺的方向嗎？不需要，大理寺在義安坊皇城西北角，高大人的府邸在北安街呢。那麼巡防營的人需要在大理寺附近巡邏嗎？藍記取來文房四寶，剛好聽到這話。要的，從朱雀大街到皇城一帶乃至御街，都是巡防營的人巡邏。姑娘的意思是想讓巡防營的人接應。多景書下意識地回頭瞧了一眼，確定心儀沒有跟着來。高大人的醫藥費給免了，然後請他幫這個忙，不知道是否可以。藍記，去找高大人談談，巡防營的弟兄也有幾個在府中的，他如果同意，可以馬上下達命令給巡防營當值的人。如果高大人答應了，這件事情還請大家在心儀面前隱瞞一下。心儀是您的侍女，還是說？不是侍女，她是我的助手。姑娘，您方才說要親自前往大理寺的大牢帶出明宇，不知道您是練過幾年的武功嗎？我不會武功，但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當初能帶着蜀王妃來武橫居，而且可以悄無聲息地把她帶走，並未有驚動任何人。所以姑娘的意思是您不懂得武功，但是您可以潛入大理寺，神不知鬼不覺地帶走明宇，對嗎？對。輕巧又問，只是既然您能帶走，又為何要巡防營接應？不可自己多帶遠一些嗎？因為我從潛入大理寺到離開，必須要控制在3分，控制在你們從1數到180之間，超過180，我就會被發現。因涉及到他的安全，閔先生都想去找殿下問問了。他很快就畫好了大理寺大牢的路線圖，洛景書看了一遍，便已經是記在了腦子裡，隨手把路線圖放到燈火上燒了。眾人驚愕地看着他，他就瞧一眼啊，不帶着去嗎？記住了。是打算什麼時候去？要備馬車嗎？等巡防營那邊同意，我就可以去了，不用備馬車。不用備馬怎麼去啊？轎子、毛驢，或者叫黑狼？有沒有一種可能，我要用雙腳走着去？走着去？大理寺可不近的，若要避開巡夜的人不被發現，您要7繞8彎，沒1個時辰都去不到啊。姑娘，高大人同意了，要如何接應，您吩咐便是。我等聽姑娘號令。你們馬上派人開始巡查，1炷香時間之後，一定要巡查到大理寺附近，然後找2個人在暗巷裡埋伏好，接應之後迅速把人藏在暗巷裡，等追兵過後再把人帶到安全地方。閔先生當即在畫出了大理寺附近的暗巷，選了東北角的巷子。去秦樓楚館，那地方人多口雜，安全嗎？
安全，可進後院。姑娘，那邊有幾家是咱們王府的產業？骆景书的眼底浮起了一抹诧異。萧王府開秦樓出館？不是姑娘想的那樣啊。咱們呀有幾份小報，总得有正当场所搜集消息，而且我們那几家是高雅的地方，供人飲酒談論詩詞歌賦，沒有皮肉生意的。哦，这营生賺錢嗎？薄利。殿下常去吧？常去，不常去，不去，殿下從不去。一炷香之後，一定要到達大理寺附近接應我。姑娘放心，必定完成任務的。好，我回去換身衣裳，計劃從現在開始計時。你們不要管我什麼時候行動，只管好自己的任務就行。知道。没認錯吧？確定是紫衛隊的人？看着像，但他死活不招。已經派人通知了2位大人，他們正趕回大理寺，特命卑職前來告知殿下一聲，讓殿下去親審。沈任，你隨本王去。他喝了一聲，這才想起沈任被自己給趕走了。隨本王一同前去。王爺稍等，且先安排一番再去。安排？对，要先安排一下。叫如何做，本王聽你的。王爺可先派人把京兆府謝大人請過去，百姓都道他刚正不阿，但實則他一直暗中偏幫雲少淵。這一次要當着他的面揭穿此事，看他還怎麼幫。同時派出府兵沿路盯梢，看有沒有發現蕭王府的人出面營救，且把此事先報備禁軍，讓禁軍派人前去大理寺附近。明宇被擒的消息，蕭王府必定是知道的，要全身而退，就一定要救走明宇，所以他們一定會兵行險招。云敬風聽了郭先生的話，不禁是刮目相看。先生想得周全，一切全憑先生運籌。哼，雲少淵，你這一次總算是栽在本王手裡了。只要坐實了你蕭王府的人劫獄，那麼謀害王妃的罪名就依舊可以安在骆景書的頭上。說，你是不是紫衛隊的明宇？呸！什麼紫衛隊？老娘不認識！還敢狡辯？給我打！而骆景書此刻正站在一旁，用高凝聚的激光斬打開了鎖住他的鎖鏈。終於，鐵鏈斷裂，用大量的激光一閃，要了他們的眼睛後，抱起他就往外頭急跑。抓人！抓犯人了！雲景風率人前來，見有人來救了明宇。放箭！放箭！蜀王下令放箭，爾等退下，免被利箭所傷。就是這一挑劍間，1秒鐘的空隙，骆景書抱着明宇飛出去。是骆景書，本王看到的是骆景書。骆景書觀察了一下環境，這裡漆黑一片，這會兒應該是無人回來的。外頭有聲音傳來：陛下，當真不再施針用藥，如今還有微微的氣息。不必，你休得再讓他遭罪。是。皇上，是否明日發喪？若發喪，微臣需要撰寫今晚的病情日誌，用以發喪。這不是曾經去過蕭王府的許願盤嗎？發喪？發誰的喪？誰死了？先不發喪，緩2日再發。除了你之外，太醫院還有誰知道太上皇大去的事？除微臣之外，無人知曉。今夜是微臣守在這裡的，還有這乾坤殿的人也知道的。所有工人全部撤到侧殿去，不許任何人進寢殿。許愛卿，你也去側殿，等明日朕下旨傳蕭王入宮侍疾，你再出來跟蕭王解釋病情，不得說太上皇於今夜病逝，只說脈象虛弱。今晚你的診治日誌寫
一切平穩。是。萧王府里如今是乱作了一团。可有姑娘的消息啊？至今没有任何消息，我们的人不敢过去，一旦过去就出动弓箭手齐发了。尹先生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呢。我紫薇队愿前往营救。我蓝山卫也愿意去。先別急，別急，容我想想。輕巧大步的從外頭進來。如何？姑娘可有去到那邊？沒，我們的人沒有發現姑娘。如此說來，姑娘還在大理寺，沒能逃出去。不一定，那邊布滿了禁軍，姑娘或許是逃出去了，否則雲靜峰不會派人到處搜捕。也有可能是故布疑陣，營造出姑娘逃脫的假象，然後逼我們蕭王府大肆營救，那麼必定與他們產生衝突。你們不是先蜀王出門的嗎？啊，為什麼會遲了呢？你們但凡早到一點，姑娘興許就出不了事了。高林怒斥了他們一頓，氣得傷口都差點爆開了。閔先生三思之下，覺得此事還是得要請示殿下了。心儀姑娘，什麼事兒？心儀，殿下是否醒着？我等有要緊事請示殿下。雲少淵已經是退燒了，且醒了過來，但是心儀不能讓他們進去，因為系統開着。不對，心儀皺起眉頭，系統關閉了。就在剛才，信號傳達過來，系統全收起了。總司搞什麼？為什麼無緣無故收了系統？他人去哪裡了？一整晚都不見人，丟下病人在這裡不負責任。讓我們進去。等一下，我進去問一聲。殿下，殿下醒醒，蘭姬他們要見您，都在外頭呢。他們能進來嗎？可以的。傳。閔先生上前來稟報了整件事情。屬下失職，請殿下責罰。